韭菜原产于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食用历史。韭菜不但价格低廉，香味独特，还有丰富的营养。韭菜的种子和叶子都可以入药，所以说韭菜的食疗功效也是不容小觑的。初春季节是食用韭菜的最佳季节，您家都是怎样来烹制韭菜呢？韭菜搭配怎样的食材才能更有营养呢？今天的健康新时代就为您揭开韭菜的美味秘籍。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制作翡翠韭菜饼的原料有韭菜、虾仁儿、香葱、鸡蛋等。今天呢，本周大家菜当家的是韭菜。说起这韭菜呢，很多营养专家都说呀，它很有营养，而且呢，特别适合春天来吃。是。那正好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就来呢，本周当家，让韭菜当一次家。做这个菜呢，我们平时在家大多数都是采用炒的方式啊，或者说做这个饺子馅儿。今天饼大厨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新吃法呢？让我们先欢迎中国烹饪大师我们的老朋友饼记和饼大厨光临节目，欢迎你，饼厨。韭菜呢就交给您了，一会儿呢等着您发挥，好不好？好的。关于这个韭菜有什么样的营养呢？刚才我也说了，它就是很有营养。那么是哪些呢？给您请来的是我们的营养健康老师郑玉龙郑老师，给您讲这些知识。欢迎郑老师。好，谢谢大家。郑老师爱吃韭菜吗？爱吃。在家里面过年是不是也吃这个韭菜馅的饺子？是呀，韭菜特别适合包饺子吃。没错。但今天呢，饼大厨第一个做的是一个饼。好，什么名字呢？这个翡翠韭菜饼。翡翠韭菜饼。这个饼呢用的这个主料呢是这个韭菜，还有一个这个虾仁就是说这道菜相对来讲这么看是挺清淡的，对，也没有什么肥油的之类的这种肉，是不是？那咱现在开始操作，好了。那好，饼叔，来，咱现在就开始。说起这个韭菜，大厨，我得问一下您一般我们在菜市场中买它的时候，都发现有宽的，有细的，有的时候挑它是个问题。您教我们怎么挑一个好的韭菜？这个好的韭菜呢，它其实这个韭菜它是分季节的，季节，对吧？你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这个有句俗语嘛，就是2月2就是吃棋子，对，这个再是2月龙抬头，没错，吃韭菜，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正好是开春的季节，韭菜似乎是最好的，对，它是春季当中的非常应季的食品。现在的韭菜呢，它这个比较绿，比较翠绿，没错，不像这个过了季的这个韭菜呢，它是一种墨绿色，对，而且呢这个叶它比较这个宽，你看这多宽，对，是不是？现在的这个韭菜呢，它这个吃起来是非常的鲜，它韭菜味儿的非常清香，它不像这个过段时间的这个韭菜呢，它这个韭菜它不是一种这个韭菜的这个清香味儿的，它也许会有一种这个就是韭菜那种特殊的气味的，是，就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有那么句俗语说什么夏季韭牛不丑，对，就是牛都不愿意吃它，是不是？那其实说到这个韭菜，大叔您告诉我们，头茬韭菜是最好的，您教我们怎么才能挑到这个头茬韭菜？咱怎么看？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头茬韭菜呢，它就是这个叶呢，它比较的厚，而且呢，它这个颜色就它不一样，它一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比较这个清脆，是清清脆脆的绿颜色，然后是厚的，这个它这个根呢，它就带点红头，这是红头的，你看红头，这根比较小一点，没错，这就是头茬韭菜。是，那其实大叔这边您切着好。说起这个挑韭菜呢，我们的营养老师郑老师也有一点小提醒要告诉大家。我们在挑韭菜的时候要小心这个根儿要小一点，叶子要尽可能的这个瘦身一些，不要太宽大。因为研究表明这个太根儿很大，叶子很肥厚，这样的一个韭菜颜色又是过深的话，很有可能激素和农药超标。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师，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很多报道发生过毒韭菜啦事件呢？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吃到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个根儿厚、叶子非常肥厚这样的韭菜，颜色过深了，所以这样的中毒的几率可能会加大。所以我们要尽可能选择这个根儿要小一点，叶子要窄一些的。其实听起来好像是跟刚才我们大叔说的这个头茬韭菜有点矛盾。不过大嘴要告诉你的是，您要仔细的辨别。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饼叔说的，有点冒红头的这种，对，红头这个头茬韭，对，然后呢，挑那种相对来说厚一点，但别太厚，对，相对来说宽一点，别太宽的，是，这就是好韭菜，对，好嘞，咱这边饼叔呢还是老规矩，将我们这韭菜呢切成这种小碎丁，切成末。因为这个菜呢是用的跟那个是虾椒一块煎起来的，这个咱这用的就是韭菜的后面那个叶，这个因为下一道菜呢就要用韭菜前面这个
辅助在一块。就是说你1斤韭菜呢分两个菜来使用。接下来这个虾仁，虾仁，这个虾仁咱用的是这个青虾仁。青虾仁，好。虾仁呢，最好是把这个虾线这一部分呢给取出来，因为做这个泥子呢，这一块非常影响口感。对，没错。其实这个也是脏脏的东西，对，是不是？排泄了很多的，还有这个地有异味。没错。好，我们给它去除。其实说起啊，本周大家菜当家的是韭菜，是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把它推出来给您推荐作为本季的当家菜呢？就是因为这韭菜啊，吃起来对身体真的是太好。是，怎么讲，老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韭菜里面有什么东西哈。韭菜呢，刚才我们说了那水分的问题，那个水滋滋的，里面的含水分80%，另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是在各种叶绿菜蔬菜当中啊，韭菜表现出也比较突出的一点，膳食纤维高，另外呢，还有的这个矿物质啊、钙、铁、锌、硒这些也比较充足，没错，有道理。是。那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呢，在这个季节不仅能吃到它的好味道，还能吃到一份好营养。是。就在说话间，大厨已经开始处理我们的虾胶了。所谓的虾胶是您的专业名词，在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虾酱，就是捣成一个虾泥？虾泥子。虾泥子。好嘞，用刀背压它，用刀背，因为这个虾泥子呢，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办法可以把它给打成这个比这个还细的虾泥比如说用这个多功能料理机，对，可以让这个虾泥子呢非常这个细，对，没错。这个但是呢，它经过那个料理机打出来的虾泥呢，它口感不好吃因为它是快速转动的嘛，它会产生一定的热量，这样的虾胶出来之后呢，它就是没有这个鲜味儿，因为它是个半熟的这个。哇，就是说这样子处理是最好的，你别嫌麻烦。其实也不怎么麻烦，一只大虾来回压一压就得了，也很好碾。对，这个虾泥呢，在做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用这个刀刃来铲，最好用刀背来碾它。刀背，这个是为了保持它什么？它的胶性，保持它胶性，而且是不是能吃到一些这个虾的那种颗粒、那种肉感？对，不然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太细了。记住，这种虾或者说我们做鱼。这种呢本身纤维比较细嫩的这种食材，我们在斩它，别用这个刀刃来斩，这样子破坏它的口感。这样的起胶呢起得也比较快。这个要处理到什么程度？你要说是点差不多碎了以后。好，我们把这个虾胶放进盘子里面去。这个虾胶这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像做别的丸子一样打它？打它，一定要打它。要打。那好。现在加入一点这个料酒，好。那料酒，就这么一点点，一丁丁就可以了。对，来点盐吧，加点盐，做虾胶，这是鸡精，来一点，好，然后胡椒粉少不了的，你看，好，胡椒粉呢，都是为了去除虾本身的一些腥气，想保留呢它本身的那种。非常棒的鲜滋味。在这搅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水。好，就这么一点就可以了。可以了。哇，这点水呢，其实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大厨，就是因为这个虾呢，它是没有经过那个提前加工好的，是吧？它需要吃一些水分，不然它这个虾呢，在搅拌的时候，你加盐之后呢，它上劲，它就搅不开。做虾酱也需要鸡蛋1/2个蛋清。不用蛋黄吗？不用蛋黄。那是担心什么？不用蛋黄？因为加这个蛋清呢，做各种馅料呢，一般这个各种丸子、鱼丸也好，这个只要是用汆的或者是煮的，一般都用这个蛋清，因为蛋清加入丸子之后呢，它吃起来是个松软，它会让这个丸子呢这红化的感觉。对，哇，而且是不是之所以不用蛋黄，也是怕颜色，因为蛋黄是黄的，对，颜色也是颜色都是洁白的那种感觉。对，好，这样来回的上劲，注意是一个方向。好，这个做任何馅料呢，这个在搅拌的过程一定要是一个方向。的确，如果你这个左3圈右3圈的话呢，这个它会把这个馅呢给搅和的就是俗话说那个泄裂了。不能左3圈右3圈，它需要上劲的。好，再来一点点淀粉。这个丸子呢，一般就是做一些那个丸子菜呢，淀粉要少搁，淀粉少之后呢，吃起来会有一种那个黏的感觉。是，但咱这个菜呢，需要乖乖要用来煎它煎呢就加点淀粉了之后，能吃一点这个是表面有点脆。听到没？不是说所有做这个丸子的时候都需要加淀粉，不是所有的馅料、泥子料都是要加淀粉。但是您现在手感会不会越来越紧？做这个虾酱很紧，我来试一试好不好？
还真的是，这还真的需要一些力量，才能够把它搅得动。但你搅它的时候，也能闻到一些虾的鲜味，虾的鲜味，这是跑不了的。哎，没错。然后加入这些料，切了一点香葱，还有这个切好的韭菜，来这么一点儿，这个韭菜呢，你可以这个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那这个今天我们其实用的还是量比较多的，多一点，因为吃的是韭菜。那其实我们刚才都可以把韭菜和它一起来搅啊，但是那时候上不去劲，而且这个韭菜呢，如果这样长时间的搅的话，它会这个脱水，就变囊了，变囊了。这个然后呢，这个韭菜的这个香味它会到这个虾里，吃起来就到煎熟这个成菜的时候，它就分不出是虾还是韭菜。没错，影响了整体的味道。对，好，来这么一点。那就这个就搅匀就行了。哎，这就可以了。你看，就这样子，一个方向，别忘了反复的来搅。之前呢，我们先把它摊成这个小丸小团。好，这个饼是小饼。小饼。这个饼真是够有营养的，全部是完完整整的虾组合而成的。它这个是因为它这个粘性很大，一定要沾油，沾点油。哎，大叔沾点油，这样团丸子就比较方便了。现在所有呢，我们这个小饼都已经做好了，现在看是小丸子，现在是丸子。一会儿再把它变成饼。好嘞，我们把锅呢给它热上，来点油下去，现在开始准备煎我们的小饼了。今天的油呢也是酱师带给您推荐的，那就是青岛福记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因为是用古代鸭大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所以说非常适合家庭烹饪，在家里面试一试青岛福记花古法小炸花生油。油量不要太多。这个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么划过锅之后，剩一点底儿，对，沾一层就行了。然后先改成小火，把这个丸子呢，小火下进去，小火下，这时候油温呢好像不是特别高不用很高，不用特别高，就是小火慢煎。对。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真的是热量很低很低的，对，也没有什么大油，油脂少，然后也没有多少那个本身它的油。对，因为你像韭菜，最好不要太多的油，影响它的香味。像虾本身就很新鲜的，为什么说一有韭菜就叫三鲜馅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很鲜呢，清淡一些。但是这时候呢，来回换一换锅。其实之所以用小火呢，是不是就担心怕它怎样？因为这个菜呢，这个还要保持这个绿色。如果用大火的话呢，它会把表面煎的这个发黄，就是翡翠变琥珀了。咱今天做的是翡翠的韭菜饼，所以说保证它绿的颜色。这时候您是蘸点油之后开始压它了，压成饼，你要把它变成饼，你看刚才是球，现在就是饼。你看一个一个翻过来的时候，发现底部的时候呢有点微微变黄了，虾的那个部分。但是绿绿的韭菜呢，还是保持那种碧绿的那种色彩。当然你火候掌握好，不然的话可能就变黑了。煎这个小饼我观察，其实饼大厨关键在于控制火力，是不是？对。这个火力你给大家强调一遍好不好？这个一直是用小火来煎它，不要用大火，也不要用着火。对。这个煎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虾呢它也很容易成熟。煎的时候呢要不停的，因为这个火不均匀的话，你要不停的转这个锅。你要转这个受热点做这个受热点。就是说你要让这个一锅里面的各个小饼呢受热是均匀的。其实我们煎它的时候辨别成熟呢，也应该是有一点点窍门的。我光看大叔，我觉得好像是也看不出来哪个熟了哪个没熟。它这个一般就是你试一下，如果都有弹性了，不是那种刚放进去那种发黏，它一般就熟了。现在畅畅乎乎的，现在它都有弹性了，像个小孩子、小婴儿那种小脸蛋一样，胖嘟嘟的。这就可以了吗？可以了。OK， 那好，我们给它放在盘子上。现在它出锅的时候真的是酒香和虾香呢浑然天成的配在一块儿了，味道呢非常的符合。其实我觉得这道菜又低油，然后吃起来呢对健康又有个好处。是哇，一个排队站的感觉。对，总共是2排，各个小饼呢在上面。翡翠韭菜饼，这是一道创意的家常小菜。这个季节韭菜当家，再先尝尝这道菜味道怎么样。来了，一起吃我们的翡翠韭菜饼。好，一会儿一个吧。哇，酒香十足的。对，还有虾的这种鲜味。没错，其实真的能吃到一些，刚才呢您是用刀背斩的一些虾的纤维和虾的小肉丁，咬在嘴中的时候呢又鲜
然后呢又有虾那种紧致的肉感，是好吃。对然后这道菜符合您的胃口吗？非常符合胃口，更重要的是符合里面的营养价值。你看韭菜是种植物性的膳食纤维，还有这个虾当中丰富的蛋白质，还有丰富的一些个矿物质，两者相互辉映，使得这个菜品营养价值更大的提升。我相信学了这道菜呢，你在这个季节，你家里的私房菜又多了这么一道，希望你在家里面试试。不过今天本周当家菜韭菜当家，第二道也是跟韭菜有关。大厨这名字起的太有创意了，叫做韭青豉香。那大厨，咱现在用什么东西来处理呢？这个用的是这个豆豉，你看这个韭菜，刚才留的那一部分，刚才大厨也说了，这韭菜一根呢，底下这部分，它这个位置辛辣，这个位置呢，这个最好吃。然后叶呢，相对来讲是这个我们已经刚才煎的这个小饼，煎成个韭菜饼，或者做馅儿用，对，水分比较多一些。炒菜，你看这个韭菜呢，这一块炒菜，比如说这个什么炒海肠啦，这个炒肉啦，用这一块是最好的，就是分叉的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特别好吃？那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处理我们这道韭叫什么？韭青豉香，很绕口的名字，也很诗意啊。这个也是把它切成末，切成小的这个有末稍长一点的小节。我觉得你啊，之所以把这个东西处理成一个一个小丁呢，你这个之所以用这个头，就是为了它保证质地。对。因为炒这样的菜呢，这个你不能让它水太大，它如果水大了呢，它就是个煮汤里不好吃了，就这样。我觉得这道菜还是挺考验火候的掌握的，因为如果说一说到炒韭菜，你就担心出水，看一看大厨，因为这个炒韭菜呢，你这个炒好了它非常好吃，炒不好呢，它那种韭菜的这个特有的味道呢，它让人闻到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变成菜的一种负担了。这道菜是一个辛辣型的，这个辛辣型的是辛辣型的味道。我把辣子减了，就加点这个小米辣，没用那个干辣椒。其实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呢，可以喜欢吃再猛辣一点的话，你可以加点干辣椒，会更香一些。看你吃辣的程度，但是不管你用什么辣椒，都弄成这种小小丁丁的状态。对，好，您还要用到肉馅，这是五花肉末。好嘞，那我们现在就起锅，开始正式的做韭青豉香。好，我们现在锅呢已经烧热了，接下来呢来点油下去。先用的油呢也是健康生态给您推荐的，那就是青岛胡记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所以说有浓浓的花生的香味，非常适合家庭烹饪。你在家里面试一试。来点油，这是一道快炒菜吗？快炒那是需要很大的火吧？旺火，用旺火。对，用旺火呢，它这个菜呢，就是炒肉的时候加一点酱油，然后剩下的就不用加任何佐料。就是味道很单调的这种，很原始。因为这个豆豉呢，它是比较有点咸味，是它这个咸味呢，基本就够了。对，够了。这个豆豉算是用黄豆给它发酵出来的，对，发酵出来的，所以它里面含有的这种维生素 B1、B2，本身这个黄豆含的维生素 B1和 B2就很高，然后给它发酵了之后，它就更高了。没错。所以说，你呢给它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些新的营养在。是，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提上去了，B1、B2 提上去了，还有一些个，比如说钙也提上去了，钠也提上去，因为它本身肯定要放盐嘛，然后锌也提上去了，铁也提上去了。是非常适合的，的确。那么今天我们这边也是把这个肉丁弄的是跟这个豆豉一样的造型，然后呢来炒一炒它。其实今天我们这几样一起来搭配，有肉呢，又有蔬菜，包括也有些这样的发酵的一些植物，对，还是算是挺多样的，对，多样化的，蛮好。这个菜呢，是一个下酒的非常好的菜，下酒菜。这个菜炒出来之后呢，作为一个喜欢喝酒不愿意吃菜的人呢，能吃一个星期，就是说你呢天天吃也不觉得单调。对，因为它比较有咸味有辣味想起来还有滋有味。其实要说起这个韭菜您刚才说到吃一个星期，我就想问一下老师，这个韭菜有没有一些吃它的注意的事项需要提醒大家？实际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有这样的疑问哈，我吃多了，我胃肠负担重了，可能会滑肠拉肚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认为我朋友周围好多人不敢吃韭菜馅饺子。
就是说韭菜当中含有这些膳食纤维哈，对于这个胃肠虚弱这部分人群来讲哈，它可能会起到滑肠拉肚子。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群来，我们要少吃一些就可以了。少吃，哎，对，少吃，控制少量，OK 了。量。这边我们把肉筋炒的差不多，就把我们的姜和葱放进去，放进去炒一下，炒香了。哎呦，这个今天炒出来之后，这个造型还真挺像是原来这个名字啊。干辣椒，干辣椒，咱用小米辣来代替。哎，辣度会减一点。这时候放的是酱油，来丁一丁丁就可以了。酱油主要是把这个肉的这个要吃点酱油，这个肉吃起来好吃。完之后呢，下入这个豆豉。豆豉这是要炒香嘛？炒香。我觉得这道菜其实如果说你要是平时在家里面吃它的话，这个豆豉的量应该不用放太多，不然太咸了。这个菜呢，就是一个下酒菜嘛。下酒菜吧，一般都是比较咸，比较硬，这个比较有嚼头的菜。对，它才是下酒菜。对，豆豉就符合，是吧？一些那个滑嫩的菜呢，它不是一个这个下酒菜啊。没错，所以干香的一些菜。还真是，您看您炒到现在啊，这个锅都有点红润了，因为我们用点酱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辣椒也会出来一些红红的这个颜色。是啊，这个豆豉表面已经开始油光锃亮起来啊！一定要把它炒香了。这个豆豉呢本身它就是有香味了，但是现在要用这个油来把它给炒香。您炒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火特别猛，就是用火。这现在你看现在这个锅糊了。有些菜呢，它需要用这样的锅气来让这个菜呢产生一些香味儿。这个就略微有点粘住发糊的这个感觉，叫锅气。炒出锅气来就是这意思。哎，快出锅前把我们的韭菜放进去。注意，如果说你肠胃不太好，少吃它，不然拉肚子，自己苦的，你知道。对。好，来回炒一炒。这一道菜我一看啊，就觉得这肯定呢是适合卷饼啊，或者说卷一些荷饼啊，很适合吃的。包括我们平时吃的煎饼，完全 OK。而像您说的下酒，用筷子轻轻的戳它，一口下去，一杯小酒。对，叫抗刀，要抗刀，不停的刀，它刀抗刀是不是？对，抗刀的确。你看，我觉得这个炒无法辨别出来它真正什么时候是好的。大叔，我觉得您告诉我们，现在就看韭菜了。韭菜变颜色了之后呢，就可以了。现在这个颜色算是变深绿了，对，可以了。这个 OK 了。对，正式出锅了。哎呦，看这个辣椒的味道已经扑出来了，韭菜的香味也飘出来了。真的，这个颜色呀，看上去的时候可能说红润中带一点点黑，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酒清，一定是有那种烟香味。对。刚才呢，我们说这个很适合配那种饼啊之类的下酒料。大厨这个时候要出法宝了，当，来，煎饼出来了。哎呦，多原生态的一种食物。是，咱现在就开始正式的卷我们的酒清豉香。好，现在开始卷吧。好，一人一个小饼。袁大厨，先给您。赵老师，好嘞，我也来一个。卷煎饼，卷起来它。我们这边，我觉得应该多卷一点，这样好吃。好嘞。来，我用勺子来的痛快，是不是？好，来，郑老师给您。好，谢谢。哎，哇，有时候下手就是稳准狠呢，一定要快，一定要快。吃呢，一定要会快吃。哇，这豆豉的香味哈，韭菜的香味，还有辣辣的味道啊，好辣。真的很辣，是啊，而且它辣的呢是那种你没有任何预兆的辣，但是你看咬在嘴中的时候，不仅外面的煎饼有咬劲儿，里面那个馅儿更有咬劲，是好吃。咱们空口尝一尝，这个什么味道？空口更好吃啊！哇，很下饭。这是一个太下饭了，能够发扬光大的菜，是又好吃又营养，而且呢有韭菜的香。那么其实我们刚才吃它的时候会发现啊，它出来这种干煸的这个香味，其实还是挺难得的。那怎么才能够把它做这种感觉？这个步骤很重要，是吧？你肯定要炒这个五花肉，是吧？炒五花肉之后呢，你下豆豉，最后下韭菜。如果你把程序尤其后两者颠倒的话，它就是两个味道了，是吧？你这个先炒肉末，然后下韭菜，再下豆豉，它这个豆豉呢，它就出来，它吃不到油，它就不香，对，那时候吃到的呢，这个韭菜呢，反而就没有这个现在吃的这种韭菜的那个香味，没错，这个辣椒呢也是要这个在炒完肉熟了之后，
放这个辣椒，这样才能充分的把它这个香味呢炒香。因为它和豆豉呢在炒的过程中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这个因为通过锅和加热，产生一种香气，独特的一种香气，是特别好吃，不单单是辣，它还有香味的。